大家好，我是牛奶。云岚宗覆灭之后，萧府的门槛都快被有心人给踏破了。而萧府之内，萧炎正安静地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，直到一道笑声打破了这份平静。是萧鼎与萧厉到了，兄弟二人一到就问起了萧炎的伤势，萧炎却是想要不着痕迹地问问云岚宗的情况怎么样了。萧鼎作为三兄弟中的智力担当，当然知道萧炎真正想问的是什么啦。简单说明了一下云岚宗只需半月就能彻底解散之后，萧鼎就想趁此机会看看萧炎的态度，表示不管萧炎做任何举动是对还是错，萧家族人都会倾力拥戴。那云云若是可以，就带回家来看看。他与萧家的事，自己与萧厉不会太过介意。小心思被看破的萧炎顿时觉得又羞又恼，急忙辩解自己对云岚宗手下留情，仅仅只是因为以前在帝国历练时欠了云云不少情而已。萧鼎见萧炎那模样，心里顿时就明朗了。不过他也没有继续打趣萧炎，转而跟萧炎说起了若是父亲萧战能够看到如今萧府的盛况，定会感到很欣慰的。说起父亲，萧炎就想到了魂殿，想到了药老，也想到了如今根基尚浅的自己。握紧了拳头，萧炎红着眼眶告诉自己，总有一天他定要灭了那魂殿。如今最重要的事情有两件，第一，解决掉二哥身上师生丹的问题；第二，修复自身伤势，提高自己的实力。至于那魂殿，得先找海老了解一下情况，毕竟知彼知己，方能百战不殆。因为提前通知了海老，兄弟三人聊了没多久，海老就到了。海老一见到萧炎就觉得又是欢喜又是无语。欢喜的是他能够感觉到萧炎距离斗皇只差临门一脚了，无语的是这才过了多久，萧炎才多大点，甚至还受了伤。要知道他冰皇当年可是足足在斗王巅峰停留了将近10年才突破的，当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啊。简单的寒暄之后，萧炎就问起了海老关于魂殿的事。从海老的口中，萧炎得知魂殿是一个放眼整个斗气大陆都能够算作极强的势力，他们专门猎捕大陆上一些失去肉体的强大灵魂体，神秘强大且诡异，具体强到什么程度呢？这么说吧，就算是以前的云岚宗，也只能在加玛帝国境内作威作福。而加玛帝国所位于的大陆西北地带里，至少有着将近100个大大小小的国家，加玛帝国只是其中之一。每个帝国之内呢，又都或多或少的有着一些实力不弱的宗门势力，云岚宗这样的在西北地域只能算得上个二流。如今萧炎已经被魂殿盯上了，若是还想要振兴萧家，保护族人，救回萧战和药尘，最好的选择就是趁着云岚宗解散，萧炎风头正盛的时候，联合组建出一方足够强大的势力。萧炎觉得海老说的很有道理，权衡了一下后，就下定了决心搞事业。萧炎与海老约定，等他伤好之后，就麻烦海老帮忙联系一下法马会长以及几大家族族长。海老欣然同意。与海老商谈结束后的几天时间里，萧炎一直在闭关养伤，在复原丹和9支虚骨膏的辅助下，萧炎的实力很快就恢复了778。在萧炎沉寂的这段时间里呢，帝国之内不少的势力都渴望成为下一个云岚宗，但考虑到萧炎的存在，他们也都害怕成为下一个云岚宗，因此他们都在等着看萧炎接下来的举动。加玛帝国皇城某处大厅，嘉刑天与妖夜公主正在谈论着皇室的未来。此时的嘉刑天已经知道萧炎有意建立联盟了，这好不容易除掉了云岚宗这头猛虎，却又来了一头实力更加强悍的年轻雄狮。嘉刑天很苦恼，要是萧炎又成为了另一尊云岚宗可怎么办？妖夜却是觉得萧炎是一个很重情义的人，做不出那种恩将仇报的事，与其同他恶交，还不如顺水推舟的帮他一把。忽略他们刚不过萧炎的事实，若是萧炎真能建立一个强大的势力，那么加玛帝国日后在这西北地域也不至于被邻近的帝国嘲讽了。嘉刑天觉得自己被说服了，那就先信这小子一把吧。妖夜笑着表示，他爷爷定不会失望的。嘉刑天见到妖夜竟然如此相信萧炎，琢磨着自家女娃子是不是动了心思，当下就表示萧炎是未来可期的潜力股，若是妖夜真心喜欢，自己可以去提一提。老实说，妖夜是真的很欣赏萧炎，但他也很清醒的知道自己肩负的责任，并且作为未来掌控加玛帝国的女皇陛下，她的骄傲不允许她同别的女人一起分享自己的丈夫，即便这人再优秀。嘉刑天在知道妖夜的真实想法之后，回想起了萧炎身边的那些女人，最终放弃了把这2人凑一块的危险想法。交代完妖夜，等萧炎伤好之后，代表皇室去慰问一下，然后将皇室的意思透露给他之后，嘉刑天就离开了大厅。萧炎在自身伤势恢复许多之后，下意识地摸了摸额头上那道白色火印。
药老曾说印在人在，确定火印还在的萧炎轻轻地吐了一口气，随后将目光转向了药老交予他的戒指。下一秒，萧炎的灵魂力量就进入了戒指空间。药老给萧炎留下的是一座令无数人都会眼红的藏宝库，其中堆满了药方、功法、斗技以及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。这里面最低阶别的功法与斗技都是玄阶低级。萧炎随手翻看了一些后，取出了一卷通体如同碧玉般的卷轴，那里面所记载的正是药老给出的噬生丹的破解之法。噬生丹是通过透支人的生命力来获取能量的，只要延长服用丹药者的生命力，服用者在有限的时间里突破至斗皇，就能彻底的破解噬生丹。这能够延长生命力的丹方呢，药老也给萧炎准备好了。此丹名为清明寿丹，属于6品丹药，该丹药能够提升人将近10年的寿命，但一人一生只能服用1枚。考虑到炼制该丹药所需要的材料比较罕见，而且留给自己的时间也不多了，萧炎决定先出关去找海老帮忙。不曾想，他才刚离开修炼的密室，就被2位哥哥找去商谈了。刚刚踏进客厅，萧炎就见同自家大哥二哥相谈甚欢的妖夜。顿了一下后，萧炎便在萧鼎他们身旁找了一个坐处。萧炎与妖夜二人打了一番太极之后，都明确了对方的底线。于妖夜，那就是皇室愿意帮助萧炎组建势力，只要这个势力不会是第2个云岚宗；于萧炎，那就是只要皇室不暗中对萧家做手脚，萧家与皇室将会是永远的朋友。妖夜在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之后，在心里悄悄地松了一口气，拍手命人将用于试好的10个玉盒放于桌面上后，妖夜就告辞了。萧炎看着那玉盒里装着的一株株珍稀灵药，暗自感叹着，这皇室果真是大手笔啊。随后萧炎就同2位哥哥商讨起了关于组建联盟的一些细节，只是还没能说上几句，就有侍女通报纳兰小姐求见。这无事不登3宝殿的主这次又想干嘛？萧炎有些疑惑。萧丽却是一声冷笑，表示自己与大哥可都还未见过这位差点成为他们弟媳妇的人呢。萧鼎闻言眉头一皱，沉声道，那些恩怨早在几年前就已经被3弟了断，你便不要记挂心里了。被批评了的萧丽耸了耸肩，没再说话。不多时，纳兰嫣然就到了。纳兰嫣然此次前来并非是为了找茬，而是为了帮云云传话给萧炎，他想见他最后一面。萧炎听到这话的第一反应就是云云要做那自寻短见的蠢事了，气得他咬牙切齿地表示，只要他敢死，他就去把已经解散了的云岚宗弟子一个一个揪出来，送下去陪他。纳兰嫣然听到萧炎这话，就知道他误会了，皱着眉解释，老师不会做这种事的。若是萧炎愿意见见，那就跟自己一起回云岚宗吧。萧炎终究是放心不下云云的，在纳兰嫣然转身离开后，立马就跟了上去。云岚宗宗门上空，纳兰嫣然看着下方已经变得残破不堪的宗门，沉默了好一会儿后，出声问萧炎：“事情搞到这个份上，你才满意吗？”瞥了纳兰嫣然一眼，萧炎声音平淡地表示：“你若是看见当日我萧家被云岚宗杀得鸡犬不留的景象，是否还会这么说？”萧炎这一击绝杀，直接怼得纳兰嫣然说不出话。好半晌后才开口自嘲，说自己悔不当初，当年若是不任性执意前往萧家，萧家与云岚宗恐怕都会好好的。只可惜这世上并没有后悔药吃。萧炎道，随后不耐烦地挥了挥手后又道：“带我去见云云，那些事已经发生了，无论如何都改变不了，所以也不要再提了。”纳兰嫣然闻言自嘲一笑：“我也并非是想让你忘记当年的那些事，只不过是想说，我纳兰嫣然当年的确是有些鼠目寸光，今日这般也算是自讨苦吃。”语毕，纳兰嫣然转身对着后山飞掠而去，跟我来吧。后山的一处陡峭悬崖，纳兰嫣然停了下来，指着崖上轻声道：“老师便是在这崖上，你自己去吧。今日之后，我与老师或许就会离开加玛帝国了，日后说不定很少会回来了。”离开？去哪儿？萧炎一怔，旋即沉声道：“不知道，斗气大陆这么大，我也早想出去历练了，这次便陪着老师走吧。说不定以后也不会有机会再见了。”叹了一口气后，纳兰嫣然便转身离开了。萧炎咬了咬后牙，快步走上山崖。“你来啦！”白衣女子悠悠一叹，低声道：“你要离开加玛帝国？”萧炎绷着脸走上前。云云缓缓转身，眉眸轻瞥了萧炎一眼，道：“云岚宗已经不存在了，我留下来也没有意义。我在这加玛帝国困了这么多年，能够出去走走，倒也还好。”萧炎不想让云云离开，咬牙切齿的道：“斗气大陆强者众多，危险绝伦，你一女子出去历练，岂不是自讨苦吃？这加玛帝国虽然没有外界的世界精彩，可却能保你安全。”云云闻言展颜一笑，随后摇了摇头，看着萧炎轻声道：“你将云岚宗弄成现在这般模样，我知道是复仇。云岚宗当年差点将萧家灭族，你如今令得云岚宗解散，也算是因果报应吧。”
所以我并不恨你，即便连老师都是死于你之手。那你为何还要离开？萧炎不明白。半晌不见云云回答，萧炎又试图用自己现在身旁正缺实力强的帮手来说服云云留下。云云的确不恨萧炎，但他与萧炎之间毕竟隔着萧家与云岚宗的数条人命，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二人之间关系的他，如今只想着逃避离开。萧炎心里很是火大云云的顽固，但他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做才能将她留下。萧炎正阴沉着一张脸的时候，云云却是一笑，缓步上前，将一枚深青色的纳戒放到了萧炎手中。听说你想要在加玛帝国组建势力，这里面有着云岚宗这些年的收藏，如今对我已经没有了太大作用，便送与你吧。握着手里的纳戒，死死地盯着面前的女人，萧炎道：“非走不可吗？”温柔地抚摸着萧炎的脸庞，云云柔声道：“现在云岚宗成了这样，我也想要出去走走，或许什么时候想开了，就会再次回来。到时候你若是还希望我留下帮你，我应该不会再拒绝。”感受着脸庞上传来的柔软触感，萧炎的脸色也逐渐变得柔和。有时候我在想，若是当年在那山洞之中你胆子再大一些，不理会我的威胁，说不定现在……眸子盯着萧炎，云云突然轻笑道。萧炎手臂猛地一伸，搂住那纤细的腰，紧紧地将云云圈进怀中，低声道：“你这是在暗示着什么吗？”突然被萧炎强行搂住，云云羞红了脸，轻轻挣扎一下后，却被萧炎搂得更紧了。云云见挣扎无果，只得放弃，手一翻，云云将一套深蓝色的内甲轻轻地靠在萧炎胸前，柔声道：“这是当年送给你的第一件东西，本来已经破碎，不过后来被我细细修补好了。即便现在对你已经没有什么作用，可你得好好保管，不然日后等我回加玛帝国，你拿不出这东西，可别怪我翻脸。”怔怔地看着胸前的内甲，萧炎强行握住美人的下巴，然后在对方惊愕的目光中，对着其娇艳欲滴的红唇印了上去。象征性的反抗了一会儿后，云云缓缓地闭上双眼，任由萧炎攻城略池，目光复杂地望着远处拥吻的男女。纳兰嫣然轻叹了一口气后黯然离开。萧炎在云岚宗上停留了整整3天时间。3日后的清晨，云云终于是不再拖延。他害怕自己继续留在他身边，会令得自己好不容易升起来离开的念头消散，所以在趁着萧炎闭目修炼时，他带着纳兰嫣然悄悄离开了。以萧炎如今的实力以及身旁的强者，想要强行留下云云其实并不难，但他却并不想将她拴在身旁。对于云云，他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。当年年少时魔兽山脉的那些事，令得他始终难以忘怀。那山洞之中所发生的一幕幕春事，偶尔回想，还是会令得他心中蠢蠢欲动。所以为了让云云化解心中的那份心结，他并未阻拦，伸手取过整齐叠在一旁还有着余香的深蓝色内甲，指尖划过内甲边缘处的那些细微裂缝，萧炎眼中的柔和更盛。当年这内甲几次救他性命，期间掉落了不少碎片，而最后这些碎片都是在他离开加玛帝国后被云云默默地苦寻而回，然后再度嵌入其中。当然也有着一些因为种种缘故难以寻回的，那些都被云云用同样的物体细心缝补。将内甲郑重地收入纳戒之中，萧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随后站起身来，望着云云消失的方向，喃喃道：“一路保重。”好了，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喽，感谢您的耐心观看，下期内容更加精彩。